大家好，我叫 Vincent，我今年46岁，我来自中国大陆。我在中专毕业以后，就是在国有企业工作了1年多，因为不满足于就是国有企业的那种人浮于事、溜须拍马的那种风气，然后我就离开了这家企业，然后到南方打工，以致在一个国内的一个一线城市工作了10几年，就是然后娶妻生子，然后就是对于一般人来讲，就是我也算是小有成就，也拥有一家公司，那么对于我个人来讲，就是在中国的话，就是没有基本的这个人权，没有自由，在这个最近这几年，我被国保就是请去就是这个网民俗称的喝茶，喝茶过2次，仅仅是因为我在网络上的言论。2019年我实在是就是忍无可忍，然后就是带着我的家人就是逃离了中国，来到了美国。我认识中共的话，就认清它的本质，我还是蛮早的。从高中的时候，我唯一的时间呢，听到了一些短波频道，西方的一些广播。那么我了解到，就是国内发生的一些事情的另外一种看法和报道。大家知道，就是在中国长大的，那么都是被共产党洗脑的，就是就只能有一种声音，只能有一个标准答案。那么我听到以后呢，我的看法就是有了改变，而且呢，我开始审视我以前所接受的这些看法和认识，包括对共产党所宣传的这一套东西。后来在2000年以后，我就是开始学会了翻墙。那么翻墙以后，我了解到了更多的发生在中国的一些真实的事实，比如89年6四事件，包括镇压法轮功事件，我非常的震撼。我算是彻底的就是认清了中共的一个本质。从此我就走上了一条就是完全与中共不在一个频道上的这样一条路。歼灭中共的话，我认为就从目前来讲，它就是有4种表现吧。一方面就是在中共内部的话，大家都知道，就是中共现在的统治就越来越回归就是毛时代，就是越来越极端化，就是管控越来越严。那么我觉得他是对他的这个统治是没有信心的表现。虽然他们掌握着庞大的这个国家机器，数百万的这个军队，还有这个就是警察这些暴力机器，但是他们还是没有信心，还是不够自信，还在就是进一步的加强管控。那么现在甚至要回到计划经济时代，这是就是他内部统治的这个表现。另外就是从外部环境上来讲，就是最近欧洲以欧盟和美国和日本等西方主流的这样一个围剿的这样一个趋势，我觉得就是在中共统治的这几十年，可以这么说，他们面临了就是最大的这个外部环境的压力，我觉得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中共的统治的这些国土上发生了就是接连不断的这个所谓的这种自然灾害，所谓的天灾，但是呢，这些天灾背后呢，往往都是中共的统治的这个腐败统治造成的这个人祸。你比如最近这个
郑州的这个洪水事件，那么多人的惨死，但是没有人知道到底死了多少人，而且呢，很明显就是这样的伤亡，完全是由于他们统治的这种不作为而导致的，而不是纯粹的天灾。还有一方面就是目前就是在海外的退党网站上，就是我了解到已经有3.8亿多万的这个中国人就是退出了党团队，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表现。我觉得可以从这4个方面就是可以说明，就是天灭中共确实是一个趋势了不管是中国还是这个国外的一些民族都流传着一个传说，就是说有一个最后的审判的一个问题。作为一个有信仰的人，我个人认为就是任何传说它都不是空穴来风它都是有一个源头的任何一个正的信仰也是这样认为，共产集权是一定会灭亡的。那么如果说存在这样一个大审判的问题的话，那么我觉得就是在中共这样一个问题上，就是你如何选择，可能就是你是选择一个是一个新的生命，还是说被历史淘汰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对每一个中国人呢都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现在还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的这些人。我记得有一个名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在地狱的最深处往往是那些中立的人有些人觉得我中立，我不支持你，我也不支持他。其实可能在神的眼里不这样看，就是你要么选择正义，要么选择邪恶，没有中立。就目前这样的形势的话，我觉得对于中国人来讲，也许是最后的机会了。我希望就是还没有做出正确的抉择的中国人，一定要把握这最后的一个机会。有句话嘛，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就是你做出这样的抉择，你不会损失什么。但是如果你没有做出正确的抉择，将来就是如果发生那样的历史的一个大淘汰，后悔就晚了。